如今网红如过江之鲫，初代颜值博主们却仍能勾起回忆。就说乔杰胜，当年可是凭脸在圈内杀疯了，堪称天才。早年青涩登场，瘦得像玉树，五官精致似艺术品，剑眉星目，高鼻薄唇，抓拍都帅炸，照片上网就吸粉无数，评论区全是夸。时光飞逝，再看他时已大变样，身材壮硕，宽肩窄腰，腹肌隐现，显然下了苦功健身。成熟五官配健硕身形，举手投足荷尔蒙爆棚，魅力远超从前。从少年成了型男。最劲爆的是坊间传闻，他居然是一。消息传开，粉丝惊掉下巴，热议不断。岁月让乔杰胜蜕变惊人，谁不好奇这些年他经历了啥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乔杰胜。本期视频呢，就和大家聊一聊我月入100万之后生活有哪些变化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讲一讲我是怎么月入100万的吧。时间可以追溯到2016年的8月份，那个时候直播是一个红利期，感觉任何人只要你肯开直播，你肯跟大家聊天，剖你的生活，你就会有收入，就会有打赏。我就抱着一个试一试的态度开了直播，结果就在8月29号当天晚上赚了3000块钱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是哇，就我是一个普通上班族突然一下子就这样的一个收入，我是觉得匪夷所思。然后就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继续直播，无论是直播的观看人数，还是我的红包收入，都是一个见风就涨的那种局势。到了一个节点，我发现我的红包积累都有100多万了。然后按照那个时候的分成比例，他们只抽10%的手续费，也就是我的银行卡积蓄真的已经破100万了。我才发现，哇，原来我靠直播、靠打赏，就是很单一的一个收入，我已经月入100万了。这在我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身份就是一个肄业的大学生，然后在社会摸爬滚打了1年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文凭，很难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。在地砖公司做过那个家居的一个销售员，然后在平面广告公司做过平面设计员，反正就是朝9晚5，然后月薪不超过2500的那样一个上班族。当拥有了这样一笔突如其来的财富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心态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就以前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可能还会顾虑今天就15块钱以内吧，然后现在我就不说早餐了，就是我的柴米油盐这些就是生活上的开销顾虑完全没有。就以前我想玩游戏，我就是那种就是游戏里的平民，现在我在游戏里我就是氪金大佬。以前我去趟西安，去趟云南，我都要做好多穷游的攻略，但是在我有钱了之后，我发现去国外都只用在携程上订一个私人定制就好，很方便的，他会把你的行程安排的井井有条。然后以前买护肤品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大早啊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感觉把脸涂得滋润一点就好了。现在我会认真的去研究那些贵妇级的护肤品是不是真的有用。我去买那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因为我发现我动的真的只是银行卡后面最后那几位数字在那变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概念的变化，只是数字的变化。但是出现了一个转折点，就是日益增长的财富让我的心态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狂妄。虽然我知道我拥有的钱都是一个喽啰，但人都是相比着的，我永远都是那个学校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。只要比下有余，甚至余的很多的话，我就会很开心。反正当时的心态就是很狂妄了，然后跟家人的态度也不好，反正就是反正我现在赚钱养家，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啊？做什么饭都得按照我的口味来，然后家里我不收拾又怎么样？就是跟家里人有很多矛盾，然后我跟我爸爸大吵一架，天天在家里，然后我说你们不想过来你就走，不要在我家里。我就虽然说这么不孝的话，但是我爸爸当时说这是我家，我是业主，要走也是你走。那句话真的激发了我心里的愤懑和不满。我在想，真的是我比你有能耐多了。现在才看来这句话真的很幼稚啊，毕竟是自己的爸爸。然后呢，我就想一定要买房，我就要买房。反正现在我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。为什么源源不断呢？因为17年一整年我的直播都是一个节节攀升的状态。我每天只要开直播就
就会有将近6000到1万的收入。那个时候我的心态真的傲得不行。要看什么房？要看我们市区里地段最好的、最豪华的房。看中了当时顶楼的一套复式，加起来有300多平，然后全价是240万。然后当时就是这样个情况，我在想，我怎么凭空的再变出100多万来，才能买这个房？到那个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财富的积累真的是一点一滴来的，我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再拥有100多万。但是我又很有信心，因为直播就是播一天就会有一天，播一天就会有一天。我既然跟爸爸放下了狠话，我就要把这个房买下来，然后去办贷款手续，然后最后签订下来的是贷了有120多万，加上我本来银行卡里的那100多万，迅速的在我们这儿买了一套顶楼复式。然后就在我最春风得意的时候，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直播的红利期过了，然后我当时就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窘境的情况，我的现金流没了，我赖以生存，每个月要打赏，每天的打赏没了，我好害怕。其实我的银行卡里已经没钱了，我甚至身上还背着每个月要还1万1的贷款，在那段时间真的做什么都觉得很迷茫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大家又在做公众号，然后我肚子里的墨水就那么多，公众号又靠我一个人写，我真的不一滴都没有了，我就被掏空了，就脑子里的东西写文章已经写不下去了，然后公众号就是这样的又半途而废了。我不能说我半途而废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真的是那段时间就跟无头苍蝇一样，只要找到一个东西，我就把它当做救命稻草抓住，我一定要抓住这个东西，我要东山再起，我要翻身，我一定要起来，要不然我就完了。然后开始做短视频，尝试了很多跳舞类的、唱歌类的、就是配音类的、搞笑类的，都不是很见成效。然后后来接触到了一个朋友说，你一定要搞一点专业领域的东西，要搞别人没有的。然后有粉丝跟我说小王，我觉得你皮肤不错，你可以出一些护肤类的教程啊、视频啊。哎，我发现这个还是我的兴趣所在，我还挺对这方面感兴趣的。然后我就更认真的去加强了我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。我买了好多书回来看，我觉得我能够通过做这个变得越来越强，变得越来越大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我就是通过短视频这块跳板，然后渐渐看到了长视频，然后在专业的男士护肤这一块真的做出来了。我在期间我甚至开了一家淘宝店，看到淘宝店的流水破10万、破20万，我发现我已经能够养活起自己来了，我不再靠任何人的施舍或者是给予来冠冕堂皇的活在这个世上了，我真的很欣慰很开心。虽然现在挣1万块钱比当初直播的时候挣1万块钱难太多了，但是你知道这种饭碗就是捧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放在地上让别人掉钢镚掉进来，你去把这个钢镚捡回来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饭碗是自己手里的，那里面的饭是你自己盛的，有多好吃有多香你知道。哪怕是你今天为了吃这碗饭，你付出了很多辛苦，但那碗饭拿到手的时候，真的比以前的那种饭香。从我开始月入100万，然后到后来买了房之后负债100万，再到现在我可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有信心再去挣到100万，我的心态真的一直在发生变化。我觉得后顾之忧这几个字一定是你有能力去赚钱，你有能力靠自己，你才没有后顾之忧。当你还在依赖别人的时候，你仍然是有后顾之忧的，你赚再多的钱都不算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哦，拜拜。